王先生今年52歲，台北市某科技公司的中階主管，月薪大約12萬，家裡有一個念高中的兒子和一個念國小的女兒。3年前，他的父親把一棟位於大安區的老公寓過戶到他名下，市價大約3000萬。父親當年用500萬買的，持有已經超過30年。王先生當時開心得不得了，以為中了人生大獎，全家人還特地去餐廳吃了一頓慶祝，還發了紅包給孝順的兒子。父親拍着他的肩膀說：“爸，這輩子就只有這個能給你了，你要好好珍惜。”王先生感動落淚，連夜把房契收進保險箱。直到今年，王先生因為換工作要搬到新竹，決定把這棟公寓賣掉，成交價2800萬。然後他收到國稅局的通知單，請補繳房地合一稅約680萬。680萬，王先生當場癱軟在地。他原本以為賣了2800萬，扣掉仲介費含過戶費就是淨收入，打算用這筆錢付新竹房子的頭期款，結果倒賠了700萬進去。他打電話給會計師，會計師只淡淡的回了一句：“王先生，您當初為什麼沒有先來找我？”這句話讓他整夜失眠。更可怕的是，這不是個案。2022年到2025年之間，類似案例在全台灣至少發生了上千起。有人甚至因為繳不出稅金，被國稅局強制執行扣押賬戶，連薪水都被扣掉1/3。有人因為這件事跟父母大吵一架，以為父母是故意坑他。有人離婚，有人得了憂鬱症。你沒有看錯，爸媽好心送你的房子，可能反而變成把你送進地獄的入場券。那國稅局究竟是怎麼一魚三吃的？這件事的兇手其實有一個好聽的名字，叫做房地合一稅新版，又稱為房地合一稅第2代。它在2021年7月1日正式上路，專門用來打擊短期炒房。但很少人注意到，這部新法裡埋了一顆針對贈與房產的超級地雷，引爆了之後絕對讓你粉身碎骨。要讀懂這顆地雷，我們得先從一個最基本的觀念說起，賣房子到底要怎麼算稅？聽起來很簡單，對吧？賣價減掉成本就是獲利，獲利乘上稅率就是稅金。問題來了，什麼叫做成本？如果你是自己花錢買的，成本當然就是你當年的購物價。例如你花了1000萬買，後來賣2000萬，那就是賺1000萬，按稅率去繳稅，這沒什麼爭議。可是如果這棟房子是爸媽送你的呢？你根本沒有花錢買啊，那成本要怎麼算？你總不能說成本是0吧？那整個賣價都變成獲利，國稅局開心，你直接破產。於是財政部說好辦，就以受贈當天的土地公告現值加上房屋評定現值作為成本。聽起來好像很合理，錯，這就是那顆大地雷。因為土地公告現值和房屋評定現值永遠低於市價，通常只有市價的5%到7%，老房子甚至只有3%到4%。換句話說，爸媽當年花500萬買的房子，現在市價3000萬，但是贈與當下的公告現值可能只有1200萬。你收到房子之後去賣2800萬，國稅局認定你賺了1600萬，然後按照房地合一稅的持有期間算，因為房子是爸媽贈與給你的，持有期間從你受贈那天重新起算，才3年，屬於2到5年區間，稅率高達 35%。1600萬乘上 35%， 就是560萬，再加上地價稅、契稅、仲介費、代書費，還有土地增值稅等等亂七八糟的附加，一不小心就是600多萬的天價稅單。你看懂了嗎？爸媽當年500萬買來的房子，在爸媽名下增值了30年，增值到3000萬，增值的2500萬是爸媽賺的。可是因為他们把房子贈與了你，這個增值的稅單就由你這個可憐的孩子全額背下。這就是房地合一稅新版最惡毒的陷阱，它讓你替父母代繳了30年的增值稅，而且是用最高的稅率去繳。爸媽一輩子的努力本來是想讓你少奮鬥幾年，結果變成讓你多奮鬥10年，因為你要賣祖產來補稅單。你以為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其實是樓上掉下來的磚頭，不偏不倚砸中你的腦袋。然後我們來看國稅局究竟怎麼一魚三吃。第一口，當爸媽把房子過戶給你的那一刻，國稅局先吃一刀，叫做贈與稅。2022年起，
贈與稅免稅額每人每年244萬，超過的部分1000萬以下課 10%，1000萬到2500萬課 15%，2500萬以上課 20%。以剛才3000萬市價的房子為例，扣掉免稅額之後，贈與淨額大約2700多萬，贈與稅算下來大約400多萬。有些家庭會把不動產分批移轉，或用夫妻各自送一半來降低稅率。但不管怎麼切，這第一刀是跑不掉的。你以為過戶到你名下，房子就是你的了？不，先拿錢來。第二口就是你拿到房子之後，每年都要繳的地價稅含房屋稅。這兩項看似不高，但加總起來，豪宅一年也要10幾萬，一般的公寓也要幾萬塊，年年繳，月月繳，把你的現金流慢慢吸乾。很多贈與來的老屋，子女根本不住，也租不出去，因為老屋屋況差，裝潢要花大錢，但每年的持有稅就是要按時繳。有人拖着拖着就被國稅局移送行政執行署，連帶把薪水賬戶都給你凍結。有人甚至跑去銀行才發現自己被列為欠稅大戶，信用記錄一片慘紅，連信用卡都辦不下來。第三口也是最兇狠的一口，就是前面講的房地合一稅。當你哪天想賣掉這棟房子的時候，不管你賣給誰，賣多少錢，國稅局早就在那邊等着你了。他會把你的賣價減掉受贈當時的公告現值，算出一個超級巨大的所謂獲利，然後再按照 45%、35%、20%、15% 的稅率去課你。持有2年以內 45%， 2到5年 35%， 5到10年 20%， 超過10年才 15%。而且這個持有期間不是算爸媽持有的時間，是從你受贈那天開始重新起算，等於爸媽30年的持有歷史瞬間歸零。你會發現，爸媽送你的房子，最後大部分的價值都流進了國庫，你只是一個短暫保管房產，幫父母繳完所有增值稅的工具人。有人會問，那不要賣不就好了，留着自住啊？問題是人生總有變數，換工作、離婚、生病、移民、子女出國讀書、父母住院需要錢，隨便一個狀況都可能逼你非賣不可。而且房地合一稅規定，就算你把這棟贈與來的房子再贈與給下一代，也會被視同銷售。國稅局一樣會按照市價和成本的差額來課你稅。你想把爛牌傳下去，抱歉，傳的時候也要先繳一筆。你想說，那我拆了重建呢？不行，拆除重建在稅法上也有特殊認定，一不小心又是一筆重稅。你想出租呢？出租收入一樣要併入綜合所得稅，還要繳房屋稅的營業用稅率，稅率直接跳升好幾倍。這棟房子就像一隻吸血蟲，緊緊粘在你身上，每動一下都會流血。那到底少做了哪一步才會這麼慘？我們回到王先生的案例，專家事後幫他回推，如果在當年父親提出要送房那一刻，他能夠多做這一步，這場600多萬的悲劇就不會發生。這一步叫做父母自受加上現金贈與，翻成白話就是不要接受父母把房子過戶給你，而是請父母自己把房子賣掉，拿到現金之後，再以現金的形式分年分批贈與給你。你可能會問，這差在哪裡？差很大，大到足以改變一個家庭的命運。因為父母自己賣房子時，適用的是他們自己的持有期間，持有超過10年，稅率只有 15%。更關鍵的是，父母如果符合自住條件，也就是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涉及滿6年，期間沒有出租營業，6年內只賣過這一戶，那麼還能享受自住優惠稅率 10%， 而且賣屋獲利在400萬以下免稅。我們回到王先生父親那個案例，500萬買，3000萬賣，獲利2500萬。如果適用自住優惠，免稅400萬，剩下2100萬乘上 10%， 只要繳210萬的房地合一稅，從680萬變成210萬，一來一回整整省下將近500萬。這500萬可以讓王先生的兒子念完美國的碩士加博士，可以買2台不錯的車，可以付新竹房子的頭期款還有剩。接着父親拿到賣屋的現金2800萬以後，再用每年244萬的贈與免稅額，或者加上配偶的免稅額，共488萬，分好幾年分批送給王先生。只要耐心等個5-6年，
這筆錢就能毫無賦稅的順利傳承，全程合法，全程省稅，全程不踩雷。這就是專業的財稅規劃，這才叫做真正的疼愛子女。可是王先生當年什麼都沒做，只開開心心簽了一張過戶同意書，結果幫父親扛下了所有增值稅，還搭上自己的積蓄。這差的就是那一步，父母自受，現金贈與。除了這條主路，還有幾條備用方案也值得你認識。第一條叫做負擔贈與，白話就是爸媽送你房子的時候，連同房貸一起送，你要承擔這筆房貸的還款責任。這樣國稅局在認定成本的時候，那筆房貸會被認列為你的取得成本，而不是只算公告現值。這可以拉高成本，壓低未來賣屋時的房地合一稅。不過這招有門檻，房子必須真的有房貸，而且你必須真的有還款能力和還款事實，不能是假的，不然國稅局查出來會當成贈與重新課你一次，而且負擔的金額不能太離譜。如果你月薪3萬卻要還1000萬房貸，國稅局一眼就看穿你們是假的，直接打回原形。第二條叫做買賣取代贈與，也就是父母把房子以合理的公允價格賣給你，你真的支付錢給父母，取得不動產。這樣你未來賣房子的時候，成本是你真實的購物價，不再是公告現值。但這招要非常小心，交易必須真金白銀，有資金流證明，價格要接近市價，否則國稅局會認為你們是假買賣真贈與，一樣課你贈與稅。而且國稅局還有一條潛規則，近親之間的買賣原則上都會被認定為贈與，除非你能提出完整的資金證明、銀行往來記錄，甚至連房貸申請書都要拿出來看。你以為你在鑽漏洞，國稅局早就看穿一切。第三條叫做等滿6年自住，如果你已經不小心受贈了房子，現在後悔也來不及，至少可以把自己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的戶籍遷進去，實際居住6年以上，期間不出租不營業，6年之後再賣，就能享受 10% 的自住優惠稅率和400萬的免稅額。這招雖然慢，但省的稅可能就是上百萬。而且注意哦，設籍不等於居住，如果只是戶籍掛着，實際上沒人住，國稅局查水電費、瓦斯費、網路費的時候，會發現你作假，不但享受不到優惠，還會被罰款。要玩就要玩真的。第4條叫做拖到繼承，很多人不知道，繼承和贈與的稅負邏輯完全不同。繼承來的房地，在房地合一稅的計算上有一個特殊規定，繼承人在出售時可以主張視同被繼承人的取得成本，也就是可以往上追溯到爸媽當年的原始購物價，而不是只能用繼承當時的公告現值。這個一往上追，成本瞬間翻好幾倍，賣屋獲利大幅縮水，稅金也跟着下來。更好的是，如果被繼承人持有這棟房子超過10年，或者符合自住條件，繼承人在出售時還可以適用比較低的稅率。所以有時候耐心等待比急着贈與更划算。當然，繼承也不是100%完美。遺產稅的免稅額是1333萬，配偶扣除額493萬，直系血親卑親屬扣除額1人56萬。這些加一加，普通家庭的遺產多半是課不到稅的。但是如果家產豐厚，動輒好幾億，那又是另外一套精算了。而且繼承還要看整體家族狀況，有沒有其他繼承人，有沒有特留分的爭議，有沒有債務問題。這時候你就需要真正的專業律師和會計師介入，而不是看幾支短影片就自以為懂了。好的規劃師1小時收費可能上萬，但他幫你省下的可能是上千萬，這筆賬怎麼算都划算。這裡我要特別提醒一個最容易踩的坑，2年內贈與視同遺產。什麼意思？就是如果父母在去世前的2年之內把財產贈與給配偶、子女、孫子女等特定親屬，那麼這筆贈與會被視同為遺產，併入遺產總額去計算遺產稅。很多人臨終前為了避遺產稅，急急忙忙把不動產過戶給子女，結果不到2年老人家就走了，國稅局把這筆贈與抓回來併入遺產，該課的遺產稅1分也跑不掉。而子女這邊又因為是贈與取得，賣屋時還要適用房地合一稅的高額計算，兩邊都賠，兩邊都吃虧。這是整個台灣房地產傳承史上最常見的血淚教訓。很多病榻前的倉促決定，
都是這類悲劇的起點。提前規劃永遠比臨時抱佛腳強，這句話請你背起來。我們再往深一層看，為什麼台灣的稅制會設計得這麼狠？房地合一稅新版為什麼對贈與房產這麼不留情面？背後其實有一整套政策邏輯。2014年之前，台灣的不動產交易一直採用土地增值稅加上財產交易所得稅的雙軌制，房屋部分按實價課所得稅，土地部分按公告現值漲幅課增值稅。這個制度有一個巨大的漏洞，房子的獲利大部分都集中在土地上，但土地的增值稅只按公告現值算，而公告現值只有市價的5-6成，導致投資客瘋狂炒房，稅卻課不到。那段時間，台北市的房價像火箭一樣衝天，年輕人買不起房，民怨沸騰，甚至還有名嘴在電視上大喊，這個制度不改，台灣就完了。於是2016年第一代房地合一稅上路，2021年7月新版房地合一稅強化登場。它的核心邏輯只有一句話，房地合一，實價課稅，短期重稅。你買的房子賣的時候，不管是土地還是房屋，通通按照你實際交易的價錢來算獲利，而不是用那個灌水的公告現值。持有越短，稅率越高，逼你不要短進短出炒房。這個制度確實打壓了炒房，投機客哀鴻遍野，但它也同時讓原本透過贈與做家族傳承的普通家庭中招。因為贈與取得這個動作，在稅法上會重新計算你的持有期間，而且成本被限縮在贈與當時的公告現值。爸媽30年的增值辛苦錢，就這樣變成你的房地合一稅稅基。你不是繼承財富，你是繼承債務。財政部的說法是，這是為了防止有錢人透過贈與來洗稅。例如，富豪把房子贈與給子女，子女再隨便以低價賣掉，這樣就不用繳增值稅。所以財政部堵住所有贈與相關的後門，可是這個政策下手太重，連一般家庭的正常財富傳承也被一網打盡。政策的本意或許不是針對你，但政策的刀刃卻不長眼，刀子揮下來，你就是那個頭被砍掉的倒霉鬼。富人有專業團隊替他們找後門，中產階級只有自己單打獨鬥。這就是台灣稅制最殘酷的地方，真正坑的永遠是中間那一層。有沒有解方？有，但解方只給懂的人。真正的富人早就透過控股公司、信託、家族辦公室、境外架構把資產保護得好好的。他們請的律師和會計師1小時收費上萬塊，幫他們設計最優路徑。他們懂境外賬戶，懂免稅天堂公司架構，懂家族信託條款，懂怎麼利用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在繼承時合法減稅。而一般的中產家庭，父母退休前攢了一棟房，一輩子的心血，他們不懂這些制度，只懂把房子過戶給孩子，是傳家寶的儀式感。結果儀式感變成抄家慘案，多年積蓄化為國稅局賬冊上的一串冰冷的數字。制度不會歧視你，但它不會主動拉你一把。你可能會問，那我現在能做什麼？第一件事是停下來，不要衝動。如果父母現在還沒把房子過戶給你，千萬不要急着收下，先去約一個信譽好的會計師或稅務專家做諮詢，諮詢費可能只是幾千塊到1萬多，但是可以省下幾百萬的稅。第二件事是了解現狀，父母這棟房子當年的購物價、持有年數、有沒有自住事實、有沒有房貸、市價大約多少、贈與或自售哪一條路徑比較划算，請專家幫你算一筆清楚的賬。第三件事是長遠規劃，家族傳承不是一朝一夕，而是10年、20年的布局。提早規劃，每年用贈與免稅額慢慢移轉現金，比臨時抱佛腳好太多。第四件事是家庭溝通，不要自己一個人扛，要把爸媽、兄弟、姐妹、配偶都拉進這個討論，因為傳承不只是錢的事，也是情感的事，搞不好還會鬧上家事法庭。還有一個很多人忽略的重點，就算你已經收下了贈與的房子，現在也不是完全沒救，只要你還沒賣，有些事還來得及做。例如把戶籍遷進去，實際居住滿6年，符合自住優惠。例如等幾年再賣，讓持有期間從 35% 區間跳到 20% 區間，稅率就少一半。例如，如果你可以負擔，不賣就留着收租或自住，把房子當成長期資產，而不是短期變現工具。例如，如果確實急着脫手，
可以評估是否用以房養老的反向抵押方式，把房子抵押給銀行換取生活費，等過世後再由銀行處分房子，這樣就避開了贈與加轉賣的雙重課稅問題。每一個選擇背後都有複雜的計算，但只要你願意花時間理解，就不會讓爸媽多年的心血化為烏有。最後，我想說幾句比較重的話。台灣的稅制對聽話、不懂法的人最不友善。你爸媽省吃儉用一輩子買下的房子，市值3000萬，表面上看起來是家族資產，實際上裡面有1000多萬是屬於國稅局的稅負準備金。你如果不提早規劃，不做正確動作，國稅局會一步一步溫柔又殘忍地把這1000多萬從你家搬走，而你可能還在為了爸媽送你房子而感動落淚，還在跟朋友炫耀說爸媽給我一棟大安區的房子哦，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經簽下了一張巨額的賣身契。這不是恐嚇，這是現實。這也不是房地合一稅的錯，而是你沒有做好功課的代價。稅制不會因為你的善良而寬容，也不會因為你的無知而放過你，它只會按照條文一條一條照做。你不學它，它就學你；你不懂它，它就吃你。稅法的世界裡沒有同情票，只有試算表上冷冰冰的數字。所以下次爸媽跟你說要把房子過戶給你，千萬不要急着點頭，先問一句：爸媽，這個決定我們可不可以等一下，讓我先帶您去見一位會計師？這一句遲疑可能就幫你家省下好幾百萬。你的父母不會因為你多問了這一句就覺得你不孝，反而會覺得你長大了，懂事了，會替家裡打算了。千萬不要小看這一步，它可能是你這輩子最重要的財務決定之一。記住，爸媽送房千萬別點頭，請先諮詢，再規劃，後行動。國稅局的一魚三吃不是傳說，而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真實劇本。在真正動筆簽名之前，永遠要多問一句，多等一天，多找一個懂的人。幾千塊的諮詢費換來幾百萬的安心，這筆交易穩賺不賠。千萬不要因為怕麻煩、怕花錢、怕問不出口，就把一輩子的積蓄拱手送進國庫。還有一個冷知識，很多人以為父母已經過世了才找會計師就好，其實錯了。真正的財稅規劃要從父母還健康的時候就開始做，因為一旦身體開始走下坡，有些動作在法律上就會受限，例如贈與能力的認定、遺囑的制作、信託的設立，都需要當事人具備完整的意思表示能力。等到臥病在床了才想辦法，不是來不及，就是被質疑意識不清，最後反而遭兄弟姊妹質疑偽造文書，上法院鬧得家破人亡。趁父母還健朗的時候，坐下來好好談一次，不是詛咒他們，而是對整個家族最大的負責。談錢傷感情，不談錢更傷感情，因為最後留下來的不是感情，是一張巨額稅單。